近日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访问中示好俄罗斯，真打算妥协。谈判这么多次，这次泽连斯基有意缓和俄乌之间的关系，但普京真的会同意撤军吗？不知道大家看了泽连斯基接受俄罗斯记者采访的视频没有？从他的那番话里，主要是提及乌克兰准备谋求安全保障、中立地位和无核地位，以及乌克兰愿就乌东部顿巴斯地区的问题与俄方达成妥协，但这些的前提是俄军必须全部撤出乌克兰领土。不仅如此，泽连斯基还提到，双方任何协议都应在全民公投中交给乌克兰人民决定，这是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。虽然看似泽连斯基示好俄罗斯，但其实不然。众所周知，乌克兰现在是没有核武器的，所以不存在去不去核的问题。再说了，乌克兰也不敢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吧？所以在我看来，乌克兰提出的中立无核地位多少是有点忽悠人的，最多就是个无意义的抬价条款。至于泽连斯基表示愿在顿巴斯问题上与俄方妥协，其实他的言外之意就是乌方现在默认顿巴斯可以自治了，俄军可以撤了。但我们了解到，顿巴斯早在俄乌开战之前就是一个半独立的状态了，也不太需要一场战争来证明它的独立。还有一点，关于俄军从乌克兰领土撤军的问题，他们应该从哪儿撤？难道要从克里米亚撤吗？普京肯定不干呢。所以这就会涉及到包括克里米亚与顿巴斯的归属问题了。如果再由全体乌克兰人民公投的话，不就意味着俄乌战争打了个寂寞？毕竟再怎么样，乌克兰人民也是先紧着自己国家的利益，总不会傻到放弃自家国土吧。但有意思的是，泽连斯基居然在喊话美国，这是我没有想到的。对于乌克兰要求的第三方保证，我觉得可能是泽连斯基在喊话美国，你说要保障我们的安全，人呢？美国总是在这种时候保持沉默。然而现在对于乌克兰来说，最好的结果可能就是加入北约以及俄军退场，不过现在一个都没实现，所以乌克兰急需向俄罗斯示好。很可惜的是，现在示好已经晚了。如果说这是在开战之前，或许普京会同意，但到了现在这个地步，俄罗斯已经付出了代价。若不压服乌克兰，北约和美国就会更加丧心病狂地施加经济制裁和军事干预。所以普京只要不傻，就绝不敢半途而废。不过也看得出来，现在的乌克兰真撑不住了。之前被美国和北约那些国家捧得太高了，太得意忘形了，还信誓旦旦地说绝不妥协，如今打脸了吧？就连泽连斯基也意识到了，美国和北约这些不下场只知道送武器的国家靠不住了。巷战武器再厉害也是防守用的，也不能进攻夺回被俄军已经占领的地方。所以泽连斯基面对俄罗斯记者的表态，看似是一定程度的对俄罗斯的妥协，实际还是要把乌克兰和西方做绑定，是在对欧盟和北约提条件。现在就看普京怎么回应了。